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3季前情提要。为战胜忍者大师，奥利弗兄妹前往炼狱岛修炼。在解决救离丧钟之后，奥利弗将真相告诉了妹妹。马尔科姆竟如此阴险，西亚果断把他卖给了联盟。就这样，昔日英气的马尔科姆被忍者大师折磨成了半死，而奥利弗为了不让西亚因为冲动后悔，连夜赶往了南达尔巴特。本以为会被忍者大师立即处死，结果雷小谷看中了奥利弗，想让这个大男孩当自己的继承人。恶魔之手的名号远比绿箭侠要恐怖得多。绿箭侠穷极一生想完成的事儿，恶魔只用一句话。每个加入联盟的人都在寻求引导，寻求没有痛苦的生存方法，这也使每个人都绝对忠诚，而且刺客的效率和人数都远超军队，驯服星城不费吹灰之力。对那些奥利弗不顾安危拯救的百姓来说，绿箭侠始终只是一个治安维持者，一旦遇到了大麻烦就会倒戈，就会背叛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最后雷小谷带奥利弗来到了拉萨路之池，探险家庞赛德莱昂环球世界只为寻得此泉。这传说中的不老泉水让雷小谷活了几百年，对此奥利弗没有质疑，这世上有太多无法解释的东西，可人类能逃避死亡的时间很短暂。现在泉水对雷小谷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所以他想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寻找传承人，凭借意志力从剑下活下来的奥利弗是最佳人选。战胜死亡的人更有资格成为永生不死的继承人，况且联盟的所有影子都会追随首领的意愿，只要你不想杀人，他们就不会杀人。好处都说到这儿了，奥利弗还是选择拒绝。雷小谷没有为难他，而且无条件的放走了他们3人。当然，雷小谷看中的人又岂会轻易放弃？回到星城后，奥利弗没有对任何人提及继承的事儿。第一件事就是还给了尼萨自由。所有人都在质疑奥利弗为什么能毫发无损带回马尔科姆，对此奥利弗一直都是避而不答，撇开话题直奔打击罪犯。众人相视一眼，也不再过问。城中发生一起新劫案，团伙头目的嘴唇被紧紧缝死，这完全是看我眼神行事。奥利弗带队赶到，对方全都配备了火力武器，奥利弗还需要分神去保护洛洛，这给了冯嘴男开车逃跑的时间。再等奥利弗把其余罪犯打包送到警局后，遭昆汀一顿臭骂：我女儿死了你不跟我说，亏我违背警示帮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曾经信任你比信任警方还要多，可现在的你满口谎言，隐藏秘密，今日你我分道扬镳。自从雷打造出原子战甲后，菲利西蒂每天都会帮他进一步优化，这种不费神的恋爱，菲利西蒂可太享受了。这不，奥利弗绿着脸敲了敲门，简单的和雷打了招呼后，问起了菲利西蒂冯嘴男的线索。此人太有特色，一查就查出了名字阿马尔。除了昆汀，还有他和雷的事儿，奥利弗现在压力山大。另一边，马尔科姆逐渐有了意识，对于女儿的埋怨，他也只是微微一笑。西亚的平安胜过一切，不管孩子怎么骂他恨他，他又会尽最大的父爱保护女儿。南达尔巴特，尼萨想让父亲解释一下，为何马尔科姆跟奥利弗都还活着。得知一切后，尼萨人都傻了，父亲竟然选了一个外人继承联盟，而不是亲生女儿，更是把萨若的死置之度外。尼萨敌不过父亲，也没有任何威胁可言，但他不会让自己赢得的东西落入奥利弗之手。格挡的刀伤在接触拉萨路之池时便迅速愈合。与此同时，奥利弗派出洛伊打探一下阿马尔的下落。此人出狱后频繁盗取工业级钻石，反而看不上那些价值百万的珠宝钻。昆汀的拒之门外，加上费利西蒂新的感情线，奥利弗想起了雷小谷的话，星城迟早会背叛绿箭侠。现在想想，雷小谷仿佛看透了一切。随后奥利弗把继承之事告诉了迪哥，起初他确实不想同意，可现在竟产生动摇之心，凭借绿箭侠的身份只能触及皮毛。现在都已经过去3年多了，星城毫无改善，累了，我想成为下一任忍者大师了。晚上没消息，奥利弗回家看望妹妹，马尔科姆依旧躺在床上休息，听着女儿的气话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些日子来有很多杀人的机会，西亚全部都放弃了。之所以这样，是想起了妈妈。莫伊拉一定不希望女儿像马尔科姆一样，话是这么说，西亚还是起身去给老爸买补品。女儿走后，马尔科姆才走到奥利弗身边。忍者大师无条件释放他们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奥利弗肯定有秘密没有说出来。当他听说继承之事后，毫不惊讶，因为联盟里曾有一个誓言，没有死在雷小谷刀下的人将会成为雷小谷。马尔科姆顺便一提，雷小谷从不咨询建议，他只会命令。言外之意，这是个奥利弗无法拒绝的差事，你没得选。很快，小队有了消息，迪哥跟洛伊去确认情报了。迪宝只剩费利西蒂，气氛略显尴尬。迪哥已经把事儿告诉了费利西蒂，所有人都以为奥利弗疯了。一旦奥利弗去继承联盟，那这些年所做的都白费了。而且奥利弗成为绿箭侠，又不是为了得到百姓的感谢。
总之，费利西蒂希望他能考虑清楚，不要被眼下的困难扰乱心智。罗伊这边也带来了情报，阿马尔指头工业作案全是为了制造金刚头子弹，在这种子弹面前，防弹衣犹如薄纸。男人显然是要对警局发起攻击。此刻的昆汀看了眼电话，直接秒挂，他不想接任何与厉剑侠有关的来电。女儿来求和，也摆着一副臭脸。劳尔总是想去拯救别人，可这次他拯救不了了。昆汀所受到的伤害无法估量。这边话还没说完，警局外已经开战。阿马尔带着新武器突袭，防弹衣的确毫无作用。父女俩被困在局长办公室，生气归生气，昆汀第一选择还是保护女儿。就在奥利弗未赶到之前，尼萨先行杀到，奈何昆汀双拳难敌四手。危急时刻，奥利弗也抵达警局，在尼萨和洛伊三人的配合下，警局内的小喽啰被纷纷打倒，趁机逃走的阿马尔被奥利弗堵在巷子中。这次没有反派死于话多了，这个反派都不会说话。转交给昆汀之后，奥利弗扬长而去。回到地堡，奥利弗感谢了费利西蒂的肺腑之言。起初他成为绿箭侠是为了更正父亲的错误，后来逐渐变成保护城市。就在刚刚警局大战的时候，奥利弗想到了警员们的家人。现在别说百姓，有时候连警方都指望绿箭侠的帮助，包括罗伊、迪格等人。奥利弗肩负的责任太多了，这是他无法摆脱的重担。如果现在去当恶魔之手，一切都会失去意义。所以奥利弗的答案是 no。 与此同时，尼萨找到了 Laura， 两人都和父亲有了矛盾，同病相怜，何不畅饮一杯啊？尼萨逐渐把他当成 Sarah 一样照顾。距离两人不远，奥利弗见到了马西奥，也传达了自己不想接任的决定。正如马尔科姆预料，雷小果从不去建议，而是去命令。奥利弗的故事他已经谱写好了。至于西亚，他不是很想跟马尔科姆待在一起，罗伊是他最好的依靠。而阿马尔那批手下当晚全部被绿箭侠杀害，全部都是一剑毙命，出手者正是雷小果。1周后，迪格和莱拉举办了复婚典礼，奥利弗如约成为兄弟的伴郎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。迪格打着哈哈告诉雷，你要是敢欺负费利西蒂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哈哈。赶上牧师临时有事，雷有过经验，则是直接担任证婚人。很快他们结为夫妻，罗伊带着西亚，迪格带着莱拉，费利西蒂就别提了。结果得到手捧花的人就是他。单身狗奥利弗吃狗粮都吃饱了，本应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一条新闻引起了轰动，绿箭侠重回杀戮状态。这什么情况？奥利弗一脸懵逼。现在市长带着雷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加上昆汀对绿箭侠有了意见，绿箭侠从一个救世主变成了杀人犯，而且雷对市民发誓，自己会尽全力将绿箭侠缉拿归案。这显然是雷小谷的计划，把绿箭侠搞臭了之后，然后被迫继承联盟。奥利弗当下命令迪哥带着莱拉去度蜜月，不能让兄弟因为雷小谷耽误了大好事儿。想了想，迪哥选择接受。夫妻俩刚上车就收到了死社的祝福，随后又是一句自杀小队再次出击。真是躲掉了和尚躲不了庙啊！阿曼达需要莱拉带队去救回一个议员，并没有要求迪哥要跟着。不过这都是屁话，妻子去了，迪哥能不去吗？这次有了新成员丘比特，4人连夜空降目的地。其实按照阿曼达的指示，只需要救走议员即可。但卫星显示里面还有一群被挟持的百姓，迪哥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看着迪哥夫妻俩腻腻歪歪的，死社想起了自己的往事。那年他服役归来，相比妻子的激动，小女儿却格外陌生。从他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，也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民族英雄，只知道眼前的男人他不认识。久而久之，劳顿被战争后遗症影响，脾气暴躁且没有耐心，频频把女儿吓哭，整日酗酒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社交。后来劳顿进了监狱，被蜂巢看中了能力，加入他们不仅有巨额赏金，还可以撤销劳顿妻子申请的限制令，有朝一日能够恢复自由身。回归主题，劳顿打掉了门外守卫，小队潜入内部，很快便和恐怖分子交起了火。战胜对手后，狗血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一切的主导就是议员。没反应过来的劳顿身中一枪，迪哥二话不说拉着他包扎伤口。现在的他们四面楚歌，讯号也被对方屏蔽，天会是不可能派人支援了。议员这样做就是为了夺权。随着佣兵的支援，大楼已经安放了炸弹，议员这是打算杀人灭口，防止计划泄露。莱拉突然就害怕了，家里还有小女儿等着父母的。就在此时，劳顿站了出来，他不但要把迪哥安全带回家，还要把所有人质救走。随后3个人冲进人质屋，只要议员还在楼里，炸弹就不可能被引爆。当男人想起这帮人怎么少了一个的时候，一发子弹已经击落了遥控。
有了劳顿的狙击支援，迪戈很快救走了人质，可劳顿却选择牺牲自己。总要有人留下了断后，他不希望迪戈的女儿失去父亲，不能让自己身上的事情再次上演。劳顿静静地拿出了家人的照片，慈笑一下，男人瞬间被烈焰吞噬。事后，死少劳顿洗白成了英雄。另一边，奥利弗带队打击罪犯，现在假绿箭侠越来越嚣张了。以前罪犯还不怎么害怕，现在看见他就等于看见死神。雷焦国派出了一群模仿者，就算奥利弗打倒了一个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。念及旧情，马小不停劝奥利弗改变主意，顽固只会害死更多无辜的人。此刻战场外，原子侠从空中飞过，扫描了绿箭侠所在的大楼，通过面部分析得出了奥利弗的身份。高科技真是顶啊！菲利西蒂想隐瞒也隐瞒不住了，不管他怎么解释奥利弗不是杀手，雷都不去相信。况且菲利西蒂越是替奥利弗解释越麻烦，现在她是雷的女友，频繁帮一个外人说话，是个男的都不服啊。自己本来对菲利西蒂是100%信任，什么话都和对方说，结果这么大一个秘密，菲利西蒂一直隐瞒到了今天。另一边，奥利弗分析了一下对方的弓箭，这山寨工艺连他本尊都难以分辨。而后，菲利西蒂把雷的事情告诉了奥利弗，他拥有一套军用级别战甲，对奥利弗的肉躯将会是毁灭打击。这倒还好说，如果雷把绿箭侠身份公布，那才是大麻烦。没错，此刻雷已经带着证据到了警局，可惜他碰上的是劳若。劳若以各种理由把他的证据驳回，丝毫不在意雷分析他是黑金丝雀。可对于雷来说，追求正义不只有司法一条路。当天，奥利弗就来到了帕默科技，互相都知道了身份，也没必要作秀。起初，奥利弗想解释自己不再杀人，都是为了保护城市，撕破脸就不好了。奥利弗留下一句话：“你不知道星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离开。雷本身没有经过任何训练，单单凭借一套战甲四处乱飞，稍有不慎就会阵亡。本来奥利弗是祝福他和费里西蒂的感情，可现在一看对方和自己半斤八两，很快联盟有了动静。在奥利弗赶到前，雷就已经堵住去路，因为这一切都是雷的策划，就是为了逮捕绿箭侠。原子战甲的武器轻轻松松击晕一个普通人，功能大点，甚至能让人当场化成血水，防御力更是不用多说。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经验。奥利弗仅仅一个飞剑就挑断战甲线路，没了动力来源，就是一身铁皮。此时奥利弗拉开了弦，如果自己真的杀人不眨眼，雷现在就死了。再者说，自己没有必要去证明什么，反而是雷要证明给费利西蒂看，因为费利西蒂在二者中选了雷，不要辜负他。事后雷也道了歉，还准备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对绿箭侠表达歉意，跟昆汀辩论的不可开交。可就在下一秒，一支箭射穿了师长的心脏，马小出手了。随后他下一支箭瞄向了费利西蒂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